贝拉是一个全身上下都不正常的女孩，能活到现在就是个奇迹。她一出生就被父母抛弃在公园，要不是鸭子像孵蛋一样保护着她，她早已死去。一个经常在公园游泳的老头子将她送到了孤儿院。慢慢的，她长大了，因为睡在窗边，下雨时看着树影摇曳，觉得非常可怕，所以她的植物很是恐惧。她有严重的强迫症，就连圣人也无法忍受她那龟毛的举动。贝拉在自己创造的小小世界里活了20多年。如今的她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漂亮姑娘，在伦敦租了一间小屋。可她的强迫症丝毫没有得到改善，每天光是锁门就要花费10分钟，以至于她每天都在迟到。在所有人眼中，贝拉就是个怪人，当然包括她的邻居。贝拉在图书馆工作，偶尔也是一个作家。这天，贝拉在整理书籍的时候，见到了一个让她心动的男孩。男孩是设计师，正在研究着机械鸟的设计图。他认真看书和用嘴吹蛋的模样逗乐了贝拉。在他离开后，贝拉在他的桌上捡到了一张草稿纸，他带了回去，涂抹出了他的画技。贝拉看得正高兴，可突然一阵风刮来，纸被吹走了。外面狂风暴雨，看着摇曳的树枝，贝拉很害怕，但为了捡回那张纸，贝拉还是走了出去。虽然拿到了纸，却也晕了过去。邻居救了他。邻居看起来是个脾气很坏的糟老头，对身边的人也很是刻薄，不仅把贝拉称作恐怖的园艺分子，还把自己的儿子当作佣人使唤。贝拉看不下去，帮儿子干了活。儿子很是感激贝拉，并在第2天一早来到他的家里给他做早餐。可邻居却在这时来到了贝拉的花园，看着杂乱的花园，他责骂贝拉不负责任，糟蹋花草。在看到儿子和他待在一起后，还霸道地将儿子解雇了。贝拉见状对儿子说道：“你可以留在我家。”就这样，儿子成了贝拉的佣人。可邻居只吃得惯儿子做的菜，他让贝拉把儿子还给自己。贝拉不愿意，邻居便向房东打小报告。房东找上了门，下令贝拉必须1个月内将花园整理好，否则会将他赶走。就在贝拉万念俱灰的时候，儿子鼓励贝拉站起来，努力一把。在他的鼓励下，贝拉穿上了全副武装，拿起剪子走向花园。儿子因为花粉过敏帮不上忙，光靠贝拉一个人太难了，他必须找一个懂园艺的人帮助自己。当邻居再次逼迫贝拉将儿子还给自己的时候，儿子出现对邻居说道：“只要你帮他救花园，我就继续给你做菜。”就这样，贝拉和邻居的关系开始转变，贝拉成为了邻居的徒弟。邻居将自己最爱的园艺书借给了贝拉，并指导他如何修整花园。慢慢的，贝拉不惧怕植物了，也不再钻牛角尖，每天干完活后累得倒头就睡。园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需要时间和精力，要懂得布置和色彩。贝拉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改变，她走出了自己的小世界，开始和周围人接触。她知道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男生名叫威廉，也去参观了邻居的花园，看到了不同种类的植物，听他讲述了许多和花草的奇妙经历。贝拉也从中感受着不一样的美好。在河畔喂鸽子的时候，贝拉和威廉偶遇，他去看了威廉做出来的机械鸟，并为这只鸟讲述了一个美丽的故事。两人的关系也开始加深，可这一切都被馆长看在了眼里。在贝拉答应了威廉的约会要求后，贝拉也被馆长解雇了，他直接来到了约定的地点，等待威廉的出现。本想获得些许安慰，但等了很久很久，威廉都没有来。贝拉失落地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结果看到威廉正和另一个女生打情骂俏。贝拉伤心极了，她将自己关在了房间，任凭邻居的儿子如何劝都不肯出来。邻居看到贝拉这样也很是担心，他如同往常一般态度恶劣地让贝拉打开房门，随后又温柔地跟他讲述了自己与妻子的爱情故事。最后他告诉贝拉，自己曾是射击运动员，要是被他撞见了威廉，那他将会成为自己的靶子。邻居的一番话治愈了贝拉受伤的心。贝拉走出房间，继续写着自己未完成的童话故事。可突然下起了暴雨，外面的盆栽都被打倒，贝拉雨衣都没穿就冲了出去。在他的努力下，只救下了一株野草莓，其余的东西都被毁了。贝拉无法在余下时间将它们恢复，他去求助邻居，邻居却让他放宽心，先出去玩一天。等贝拉出门回来后，看到的便是整齐的花园和一场温馨的聚会。大家举杯喝了些酒，贝拉和邻居跳了一支舞，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。第二天一早，威廉和房东同时找上门，房东和邻居说了几句话后便离开了。威廉则是被邻居审问了很久。原来威廉那天没有赴约，是出了车祸，而那天和女生打情骂俏的是他的3胞胎兄弟，他们3人长得一模一样。在解开误会后，两人和好如初，约定一起去听音乐会。这一次没有意外，贝拉收获了甜蜜的爱情。可突然一个电话打来，是邻居去世了，他留下了一封信，他拜托贝拉帮忙照顾好刚刚种下的枫树，也将贝拉住的屋子留给了他。其实他才是真正的屋主，房东只是他的代办人。他感谢生命的最后这段日子里贝拉给他带来的快乐。即使现在两人身处不同的地方，但他们之间友谊长存。影片的最后，贝拉将这件事写成了一本童话故事，
纪念的是那段奇幻花园的日子。或许在每个人的心里都需要建筑一所花园，如同花草向阳，我们也要对未来充满希望，努力生活，制造有趣，才能让自己永怀期待，心存美好。好了，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。